Come inside of my heart if you're looking for answers. Look at the stars, go a little bit faster. Ooh. 这次在 Arizona 会进行一个7天的自驾游，第一站选择长途飞行之后，作为落脚点的就是凤凰城边上的 Scottsdale 这一个度假酒店。酒店的价格叠加上 Amex 信用卡的福利，我觉得算是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房间本身虽然谈不上奢侈，但是也足够舒适。最喜欢的是它洗手间给的干湿分离的设计，以及一个超级光亮的天窗。泳池以及周边的所有配套设施，我觉得都是蛮到位的。每一个房间门口都有一个自带小院，可以坐在这儿晒晒太阳，听听鸟叫声。差不多要逛完啦，大概是太阳下山的时间，比较推荐大家就是起码要5点之后吧，夏天，然后再进来，慢慢的等太阳下山过去，然后有一点阳光，但是又不会那么的烫。我觉得整个园区的设置都还蛮好的，而且也有很多就是水的补给站，带一个水瓶进来就可以一直补水，就也不用担心说缺水啊、太热啊，见到了很多之前都没有见过的东西。大家早安呐！今天呢是我们 Arizona Road Trip 的第2天。
2站来到了 Sedona。Sedona 作为一个旅游小镇，整体的物价都会比较的高。看了一圈，订了这一个非常像酒店版的 Airbnb。入住当天，管理人员会把密码全部都发给你，也是有一个专门的免费停车场。对于自驾的朋友来讲，非常的友好，全程不需要跟任何人打招呼，i人狂喜。整个房间非常的大，并且很干净，床品也蛮舒服的。同样也是做到了干湿分离，淋浴间超级的大，感觉可以同时站进去3个人。推开阳台门就可以直接看到 Sedona 非常标志的红色岩石。我们晚上订了个意大利菜，然后现在的话呢，因为还有一点时间，所以我们准备来这个叫 Base Camp， 一个喝啤酒的地方。哇，前面正好是日落耶！感觉应该看不到这么漂亮。Cheers！ Good morning， 我们今天早上要去爬山了。Sedona 不能错过的肯定就是红岩徒步了。第一站选择了 Cathedral Rock，Trail 下面的停车场会比较的小，怕上去之后没有停车位，所以我们干脆选择了直接停在了大停车场，坐上了 Sedona Shuttle， 直接带我们到 Trail 开始的地方。这一整条路线其实并不长，但是就难在它非常的陡，有蛮多地方是需要手脚并用上去的，一定要选择一双比较防滑的鞋子，这样能够用上力。很多穿着板鞋、小白鞋来的朋友呢，到了非常陡的地方就是上不去，一直在打滑。虽然徒步当天是阴天，肯定相机拍出来没有晴天的时候美丽，但是肉眼看还是一整个被震撼到了。天哪，给你们看它在哪？这里。这上面还有一种 Cheers， 完成了一项大 trail， 加油！哦，我们的饭来了，看起来也好好吃哦。我点的 burrito， 他点的经典美式早餐，还有一个猪蹄儿。开饭吧！我们俩吃饱饭，又趁着今天天气好，直接继续来把另一个 trail 给走了。现在还有点风，因为明天可能会很热。然后今天就一口气，这一条感觉还比较好走，目前为止路有一点不平，但是就是比起早上真的是好非常多。这家餐厅绝对值得所有来Sedona的人必须要去尝试的，这已经荣登成为了我人生当中吃过的最好吃的披萨。当时找到这家披萨店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排队等了一下，点餐的老爷爷还非常的健谈，跟我们聊了一通这个披萨有多厉害，几种面粉调配到一起才做出来的这一个面团。在他的推荐之下，我们直接是点了2块披萨，虽然说最后是撑到爆炸，但是每一口下去就是无穷无尽的回味。我到现在看着这个视频素材都还在流口水，一整个把我惊艳到了。全是料，这个皮巨薄，这个虾
非常之 Q 弹。从饼皮开始到上面的配料以及他们的芝士，没有一样是在给你马虎的，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好吃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到 Williams 啦。这里呢是一个离 Grand Canyon 只有大概1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，就作为我们的进大峡谷前的休息站。这个小镇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加油站、吃饭什么的都挺全的。为什么它的曝光这么夸张？我的包包被它后面弄到变成这样。我们把车停在了这里，然后现在坐城线一路可以直接到这个准备去爬这个下到峡谷里面去。我们现在下车啦，今天太阳很好，但是风很大，非常的大。我们到酒店啦！早上爬完那个山之后呢，中午找了个 tavern 随便吃了个饭，我感觉味道还不错吧。下午是准备去坐那个红线的 shuttle bus 看一下那沿路的风景，还有科罗拉多河呀以及日落，但是感觉今天真的是有一点累了，所以我们临时决定先下山来酒店 check in。虽然我没有住过这个峡谷附近的其他酒店，但是我觉得以我的印象来讲，我觉得这应该是这种山沟沟里面很难得的，就是房间设施什么都还很不错、很在线的酒店。它其实离那个国家公园的大门口就开车15分钟，非常的近。其实我们今天还在讲说，有一点后悔，应该昨天不用在 Williams 停了，直接就一路开上来，然后住在这里，这样今天早上
爬山就会更从容，然后可以多睡一会儿。这里呢就是一进门的地方，然后拐过来就是一个洗手间了，可以看见洗手间的倒影。这洗手间蛮大的，台面很长，该有的东西都有，非常的干净整洁。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淋浴间，拐过来是一个镜子，还有一个放衣服的地方，以及2张大床。因为订的时间比较晚，已经没有 king size 的床，所以就这样吧。很喜欢这种地方，就是又有地方摊行李，然后又有地方放东西。过来床旁边是一个吧台的设置，又是一个很能够放东西的地方。下边我看有那个冰箱呀、微波炉呀，还咖啡机都有，非常的赞。Please, no smoking, eating, or drinking. 哦，好暖和！刚在外面被吹的人都有没？这个天气，一会儿放晴，一会儿出太阳。整个 Grand Canyon 的风景其实还挺一致的，几条主要徒步路线都是往峡谷里面下。旺季来的话呢，得像我们一样乘坐园区的 shuttle bus 才能到各个观光景点打卡。4月初的天气还是跟过山车一样，谁敢信啊？直接给我们整了一场冰雹，一整个冻傻在原地。再加上类似的风景看多了，确实是会有一点审美疲劳。所以如果你行程比较赶，时间不太够的话，这个国家公园留出完整的1天其实就够了。剩下的时间不管是往南去到 Sedona， 又或者是往北直接进犹他州的另外2个国家公园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感觉阴天好像更酷炫一点，这个光影。离开 Grand Canyon 之后，我们继续往北开，到达 Lake Powell 附近，为第2天的羚羊谷做准备。到这里一定要跟大家唠一唠这个 Lake Powell Resort。订的时候大概就知道，这家酒店比较旧，评价都是清一色的5星风景、1星的设施。到了之后才发现，这个房间在我的标准里是完全没有办法住的。首先，整个楼道弥漫着一股发霉味儿，并且没有电梯，房间里面旧的不行，还混着浓浓的消毒水味儿。我俩甚至一度想去车里睡，都不愿意待在这个房间里面。总之就是给大家避个雷。第2天一早预约的羚羊谷 tour， 幸好整个体验非常不错，导游也还挺好的，总算是安慰了我们这2颗前一晚完全没睡好的小心灵。逛完羚羊谷和马蹄湾，就是一路往南开回凤凰城还车。第2天就飞回纽约啦。路上经过 Flagstaff 旗杆镇，旗杆，顺路打卡了一家我收藏了很久的披萨店，出品呢是相当有水准，尤其是这个开心果口味的，哇，一整个咸甜永动机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不过呢，如果要跟我的人生第1名披萨店 Sedona 那家相比的话，还是略逊一筹。
到这里，这趟 Arizona Road Trip 的旅程就正式结束啦。非常谢谢你陪我一起回忆这趟旅程，也希望能够给准备来玩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参考。那再一次感谢你的观看，我是艾琳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 But in case I go, no